LPL 危机深度解剖，从青训塌方到管理失能的系统性溃败与突围。LPL 赛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危机。2025年夏季赛揭幕播放量断崖式下跌，明星选手 Uzi、Dashai 的缺席带走了超过40%的核心观众流量。国际赛场上连续2年被 LCK 压制。亚运会3金1铜的嘲讽仍在回响。实力与流量的同步滑坡已不仅是周期性波动，而是整个生态系统从根部开始的腐烂。国际赛场溃败与信心崩塌，光环破碎的恶性循环。亚运会惨败成为 LPL 公信力瓦解的起点。当中国队在杭州主场以1枚铜牌收场，3金1铜，英雄联盟的嘲讽迅速席卷社交媒体。更具毁灭性的是，紧随其后的2023全球总决赛 ，T1 以史诗级的1穿3终结了 LPL 所有战队的征程。Faker 在赛后采访中的断言 ，LCK 整体比 LPL 更强，获得残酷印证时期。这场溃败彻底粉碎了第一赛区的叙事，观众的心理防线开始崩塌。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商业价值的蒸发。2024年春季赛揭幕战数据显示 ，BLG 与 TES 的对决播放量80万 ，RNG 与 EDG 的猪狗大战跌至67万，较2022年同期134万的数据腰斩过半。赞助商合同中的国际赛成绩对赌条款被触发，多个品牌选择不再续约。当联赛无法提供冠军荣耀的想象空间，观众用脚投票成为必然。电竞社区背锅巴的日活用户从峰值32万降至不足10万，即是信仰坍塌的缩影。明星选手断层与流量枯竭，造血机制失效。LPL 的顶流依赖症在2025赛季彻底爆发。Uzi 退役与 Dashai 休赛，直接导致联赛流量损失超40%。这一数据在 Judge 对阵 LNG 等缺乏明星的比赛中尤为明显，直播弹幕量下降72%，互动礼物收入不足去年的1/1710。更致命的是，新生代偶像真空、Knight、Bing 等选手虽实力顶尖，但商业价值开发严重不足。以 Bing 为例，其微博粉丝量210万，不足 Dashai 980万的1/4，代言合同单价差距达5倍。青训造血机制的瘫痪使危机雪上加霜。防沉迷政策规定，未成年人每周仅可游戏3小时，且仅限周5至周日，这直接斩断了青训营生存根基。传统青训营招募对象多为14至17岁青少年，而政策下他们无法获得足够训练时长。与此同时，LCK 允许12岁以上选手参加青训联赛。韩国新星 Pace 17岁即登顶 LCK 首发。当 LPL 选手等到18岁合规登场时，黄金训练期已错过数年，比赛品质系统性滑坡，臃肿联赛的死亡螺旋。联赛规模恶性膨胀，成为比赛品质的第一杀手。目前 LPL 维持16支战队的庞大体量，但据官方解说季的披露，6支摆烂队伍拖垮整体品质。以2025春季赛为例，UP 对阵 LGD 的比赛出现15分钟经济差超8,000的碾压局，单场观众峰值不足5万，不及 IG 比赛的1/10。这些队伍选择摆烂的核心原因在于升降级制度取消后，即便垫底也无降级风险。俱乐部更倾向于出售联赛席位套现，低水准对抗引发观众生理性排斥。宁王在解说 WE 比赛时目睹打野选手 Monkey 公平辱骂队友 FW， 赛后俱乐部竟以保护新人为由辩解。此类职业素养崩坏事件在2024-25赛季发生超20起，直接导致比赛呈现碎片化，平均团战决策失误率从2021年的12%升至2025年的27%，当失误集锦多于高光时刻。宁王真不如老头杯的锐评成为观众共识。青训体系的结构性崩溃，从根基开始的腐烂，政策限制与利益失衡使青训沦为亏本生意。防沉迷政策下，14至17岁潜在人才被合法排除在职业路径外。
与此同时，灰色产业虹吸效应加剧，顶尖新人转行陪玩或代练，单月收入可达3-5万元，是 LDL 正式选手薪资8,000-15,000元的3倍以上。PDD 的电竞黄埔军校 YM 战队以转向培养陪玩，其收益超过青训输送的10倍。假赛瘟疫彻底摧毁造血功能。2019年 RW 青训队4名选手因假赛被集体禁赛，涉及对 TTG 战队的故意失利，单场获利超80万元。更可怕的是系统性腐化。2024年 LDL 监管报告显示，34%的选手收到过假赛邀约，平均每场涉及资金流动200万元。当年轻选手发现假赛1年等于打职业10年，青训体系已名存实亡，管理混乱的系统性溃败，从俱乐部到联赛的失能，俱乐部管理层职业性缺失，成为战力崩塌的加速器。FPX 纪录片揭露触目惊心的管理真空，韩援 Newbury 因语言障碍长期自我封闭，管理层唯一介入是切果盘慰问，对战术协同毫无作为。反观 EDG 的管理模型，对选手的纪律管控结合心理辅导式的专业疏导，使队伍在逆境中保持韧性。联赛治理机制型同虚设，取消升降级后，联赛对俱乐部的约束仅剩罚款手段。2024年 OMG 因连续2赛季垫底被罚200万元，但其出售联赛席位收入超6000万元，处罚完全失去威慑力。更荒诞的是，选手行为监管缺位。WE 打野 Monkey 比赛中公开辱骂队伍后，经纪人在社交媒体声称年轻人需要包容，联赛官方未追加惩罚。此类职业精神溃烂如同病毒扩散，导致训练懈怠成为常态。某中游队伍被曝训练赛迟到率高达40%，联赛结构重组、淘汰与启动并举，缩减规模与引入升降机制已刻不容缓。具体实施可分3步走。2026赛季压缩至12支战队，综合最近3年战绩占70%权重，青训投入20%，商业价值10%，进行末位淘汰，建立 LDL、LPL 升降通道。LDL 季后赛冠亚军与 LPL 倒数2名进行 BO5 资格赛，胜者升级保级。推行俱乐部评级体系，从竞技成绩40%，商业开发30%，青训贡献30%，3维度考核。评级地级俱乐部强制退出，启动俱乐部动能需利益重构。建议实施转播收入阶梯分成，联赛转播总收入的50%按战绩分配，冠军12%，亚军10%，四强8%，30%按流量贡献分配，观赛时长、互动量等，仅20%均分9%。此举可使 BLG、TES 等头部战队单赛季增收超2,000万元，同时倒逼下游俱乐部提升竞争力。青训体系重建、政策突破与利益重构，构建电竞特长生合法通道是破局关键。具体操作路径：学籍双轨制试点，在深圳、成都电竞产业园推行。入选青训营的16至18岁学员可注册电竞特长生，每日训练4小时，计入社会实践学分。硬体设备白名单，联盟认证的训练用机安装监管系统，自动锁闭非训练软体。训练时长不受防沉迷限制，职业资格提前认证，17岁选手可参加 LDL， 但国际赛事出场仍需满18岁。利益分配机制改革，遏制人才流失。推行青训转会收入分成制度，选手升入 LPL 后，原培养俱乐部可获得其转会费的30%及未来3年薪资的5%作为补偿。同步建立选手商业开发池，青训选手的直播、代言收入中，15%归个人，40%归培养俱乐部，45%进入联赛保障基金，用于退役选手安置。根除假赛需技术监管升级，部署蔚蓝之眼 AI 监控系统，及时分析选手第一视角操作、滑鼠轨迹、技能释放间隔、游戏内经济异常流动、博彩网站资金链。一旦检测到可疑行为，如反常插眼位置、突然停止攻击、自
自动触发复核机制，查实假赛者处以终身禁赛并移交司法。赛制与商业价值创新，打破僵局的实践路径。跨赛区对抗常态化是启动热度的速效方案。2025年可启动中韩突围赛，每月第3个周末举办 BO5 对抗。LPL 第3至4名对阵 LCK 同级队伍，采用主场轮办制。首尔站使用韩服30毫秒延迟，上海站使用国服同等条件。奖池机制，单场胜兑获5万美元，赛季积分榜首赛区额外得20万美元。此设计既可规避 PIN 值争议，又能制造持续话题。地域化 IP 开发重建情感连结，借鉴 NBA 城市基因策略，主场深度绑定 George、北京、LNG、苏州等队启用城市元素。方言应援系统，西安 WE 主场比赛，现场解锁陕西方言版英雄语音包，线上观赛可切换方言解说流。素人联动计划，每月邀请1名本地高分段玩家，如西湖第一色题，参与战队公开训练赛。据腾讯电竞调研，地域化成熟的战队周边商品复购率可达普通战队2.3倍，本地粉丝占比超60%。当 LCK 青训营的12岁少年每天进行8小时系统训练时，LPL 的同类苗子却在防沉迷系统下碎片化积累。当 T1 用 AI 复盘系统精确校准每波团战站位时，LPL 教练组还在用 Excel 记录战术。当 Jam 继主场售卖的城市应援棒单月创收50美元外时，LPL 的周边店仍在清仓2年前的库存。这不是某个教练或选手的失败，而是生态系统级的代际落差。改革窗口正在关闭，2026年英雄联盟将纳入亚运会正式专案。若不能在此之前完成联赛精简、10-12队规模、青训特区、16家注册制、跨赛区引擎、中韩粤赛3大攻坚，LPL 恐彻底沦为资本游乐场与养老联赛。拯救赛区的倒计时，此刻已经走到了23:59分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